生前满身光辉，死后永世荣耀。我将在我英俊的面庞上涂满象征复苏的绿色，以庆祝我世上最伟大的王的复生。这个东方人，我就猜你快出来了。该如何称呼你呢？法老王、陛下，还是拉美西斯二世？异国的庶民，我允许你称呼我为陛下。不用提醒吧？我想你应该知道，埃及现在已经不在你的统治之下了。那又如何？我永远是埃及的王。不过，我也已经厌倦了做法老王的日子。虽然金字塔外面的古雕塑带不回亚瑟，但这个倒是很合适。没想到，亡灵书居然真的能让亡灵出现。那当然了，人死以后，只需清洗自己生前的罪孽，就可以使用亡灵书令灵魂苏醒。等灵魂和不朽的肉身结合，就到了复活的时候。庶民呢？你知道我们埃及人如何保持肉身不朽吗？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好了。首先，用铁钩从鼻腔中勾出脑髓，确认头部干净后，将药物注入其中，然后把身体侧面剖开，取出内脏，用棕酒冲洗腹腔，撒以香料，填上药物，再小心地缝合起来，用强碱溶液泡制70天。等冲洗干净后，取蜡布，一条一条地包好。我以为我们的木乃伊技术在世界上是最好的，可是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你这具身体极路比喻应该保持有围入于林中，卦象中的愚人向导至少也有1000年了。就是这位你是怎么法老王。办到的？被追逐的那匹鹿指的又是谁？吹弹可破的不如皮蛇肤网令，你这富有光泽的必须头舍弃什发，么，才能让医生脱离险境呢？喂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这是什么魔法？还是用了什么药物？为什么你能保持这么多年都不腐烂？快告诉我！等等，你这件衣服，我命令你把这件衣服脱下来给我看看。老板，我给你带吃的回来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谁啊？怎么在我和老板的房间里？大胆庶民，竟敢对着我大呼小叫！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伟大的拉美西斯二世陛下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！亡灵书的咒语居然实现了！灵魂体啊，活生生的灵魂体啊！拉美西斯二世，想要复活一个人，就只需要你刚刚说的那些流程吗？需要阳光再次照射的东西，是指这卷亡灵书？不，真正会在阳光下发挥神力的是 Horus， 在埃及语中是珍惜的意思。我们认为复活一个人，必须有一件物品作为媒介。我选用的媒介是执掌埃及时所用的权杖，媒介平时被放在暗处积累能量，等再次照到太阳时，只要灵魂和肉体汇聚在媒介附近，就能重新融合。啊，这个机关我好像听说过，是阿布辛拜勒神庙，所以你才建造了阿布辛拜勒神庙。你的权杖就放在那里，每年只有2次照到阳光，而且要穿越62米的隧道，一次是你的生日，另一次是你登基的日子。没错，那正是我为自己精心挑选的复活之日。时候一到，我就能重新降临于世，开启我新的生命。在没有电脑和其他科技手段的时候，竟然能搞出这么了不起的神迹！西
不是很震撼？是不是很崇拜呀？平凡的东方人。不过，这家伙实在是太嚣张了。尽情为我的智慧颤抖吧！不知所云。老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不知所云。复活？你要用什么复活？你那具被当成鱼干在市场上出售过的木乃伊，它现在可是埃及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想参观还要买票。什么？至于那个阿布辛拜勒神庙，50年前就被埃及政府移到了几百米外，阳光照射的日子也推迟了。希望你不是非得那个时候才能醒来。认清事实吧，在历史面前，最伟大的王也算不上什么。尊敬的拉美西斯2世陛下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不该惹到老板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费尽心思，等待了这么多年，我的木乃伊是用不了了。不过埃及这么大，总能找到一具契合的肉身。可是，权杖和神庙都被移动了。除非现在在原来的位置建新的神庙，肉身、媒介一个都没有了，我的复活计划终究是失败了。你也不用太沮丧，这就是时代变迁，谁都无法预料，也不可能改变。看来，这个古董应该能乖乖进雅舍了。那个什么，你们肚子不饿吗？老板，我们还是先吃饭吧。法老王，你要来点吗？不吃饭哪有力气复活呀？对了，拉美西斯2世，我还想知道，你的灵魂是如何保存在这亡灵书里的？哼，问得真仔细啊！怎么，你也有想复活的人吗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好像误会了，亡灵书的作用可不是保存灵魂，而是召唤已经逝去的灵魂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。难道说，扶苏也？让我给你一个忠告吧：假如你想复活什么人，先去找到适合他的身体吧。如果没有匹配的身体，就算召唤出来，灵魂也只能渐渐淡去，最终消散在空气中。过来，等等我，就等曾经我也想让你准时日夜相伴，但终究还是逃不过短暂相处后的死别。如果这就是宿命，倒不如不再相见。2000年的岁月里，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，直到老板，长命锁碎了，医生已经挣脱了这道枷锁，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。我想跟他成为像扶苏一样的朋友，可是，难道那一卦算的不只是医生，还有我？如果没有合适的身体，就要眼睁睁看着那个人再一次死去。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吗？哇，老板，你还真把这东西带上飞机了呀？哎，对了，咱们下次换个地方旅游吧，趁着护照没过期，我们俩到英国转一圈怎么样？极路比喻，唯入于林中。君子己，不如舍，往吝。如不舍弃，必有大难。谁是路？谁是君子？谁该舍弃？